宝宝，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妈妈的生日，亲一下。过完今年我就38岁啦。我最近这2天开始吃这个BioE的这个奶片儿，在餐前吃的，但是目前为止已经吃了差不多5天了吧，没有任何的效果，也没有饱腹感，所以变成了开胃的小点心，真的是，不知道吃过的宝宝们，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效果？设计的偷偷 look， 因为他说我今天的 look 非常像一个 witch， 所以送了我一个锅塔。你得提着，搁着腿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呗。继续，宝宝，生日快乐，妈妈。是觉得自己很帅吗？尝一下，宝宝。喜欢吗？喜欢。豆花，我最喜欢的，还有豆花酱。我觉得豆花是海底捞最好吃的，当然纽约海底捞的这个菜品比较有限，国内肯定有更好吃的。你也想要一口是吗？妈妈给你一口不辣的啊，宝宝。你今天第一次吃豆腐，宝宝。想给大家看看夕阳，但是只拍出了我家玻璃有多脏。宝宝，你看这是什么？我刚刚出门回来，今天早上呢，我去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光子嫩肤，在我38岁的第一天。大家看我脸上的这个黑斑，就是刚刚我做完这个光子嫩肤之后浮出来的。本来今天我也要打人生的第一个 Botox， 但是医生说呢，因为这些地方今天都有照光，所以就是他不建议一起做，所以明天我们再一起回去打 Botox。昨天我竟然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拆礼物，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开箱。其实我有想过今年生日要怎么过，但想了半天呢，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花钱。所以今天生日非常的物质，主题就是买东西。我们先来拆这个，这个真的是我今年收到的非常搞笑的一个礼物，就是之前我在国内其实有用过它这个第1代的麦克风，长得非常的可爱，非常小巧的样子。然后我看到这个盒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新产品应该也是很可爱的哈，那我们先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啊！噔噔，是不是超级做作搞笑的一个麦克风？就大家能想象吗？ Welcome to the music world. 喂，
自带功放有自带功放有没有？疫情期间有了它，我觉得我应该会快乐一点吧，在家待着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这个，其实我刚才打开过，我们再假装重新开一下吧。这个呢是我Chanel 这个 season 的一个 small leather goods 的一个小包。Chanel 这个 season 的小包，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好看的，有很多个我都很喜欢，但是真的很难买。所以呢，我买到的是这一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山茶花的蝴蝶结的这个小包，然后它的尺寸真的非常的小。就我们看看里面啊，里面就是有一个能放唇膏的地方，再就没有其他的分割的空间了。这样的一个小包还蛮可爱的。这个小蝴蝶结呢，可以放在最前面，还有可以放在背面。从后面看就会有一个小的蝴蝶结，一个山茶花，非常的可爱。这个包呢非常的小，真的什么都装不进去，手机也装不进去。但是如果你想做的话，这个包还是非常可以的。我是在纽约 Long Island 那家 Chanel 店买的，因为这一季 Chanel 的小皮件非常的难买，一般都是需要提前去预定的。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抱任何的期望，就是去闲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销售，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我真的想买东西，但是呢，你店里现在真的我不知道该买什么，就是没有好看的东西。然后他也非常大方，就直接让我去看他的电脑库存，以及就是大家知道吧，墙上那些柜子就拉开一个个去看。我几乎看了他所有的柜子，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呢，当我打开他最后一个柜子，我就看到了他。然后这时这个老太太就一把把这个包抓过来，塞到我手里，跟我说：“这个是你的了，今天你就应该买它。”然后我知道这个包很难买，我知道它是好意，但是因为就是它其实并不是我这个 season 的 first choice， 所以我就有一些犹豫。我就想啊，要不要再想想？我就随手把这个包想往旁边的桌子上放，然后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角落里站的一个销售就忽然向我冲过来，然后同时伸出了他的魔爪，然后一边伸一边说 I'll take it。然后这时候那老太太就出现了神举，她又把这个包一把又抢回来，又塞到我手里，然后跟那个她同事说 She's buying it。就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了，就非常的快，我都彻底没有回过神来。然后那个同事呢就非常不爽的就走了，然后呢我就拿这个包非常愉快的去结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想想就是买个包而已，用得着这么激动吗？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想想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产品，大家都想去要，然后你已经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拿到它了，就是那种激动的感觉，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是这个 Chanel 的丝巾，我买了2条，就是这2条丝巾，它可以扎头发，然后这个也可以单独拆下来当丝巾用。我其实很少用丝巾，但是我觉得这2条真的非常的好看，非常的 Chanel。因为其实前一阵我有去了这个纽约的 Chanel 总店，就是在 Madison 上那一家就是服务态度真的超级好，但是那一家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或者是他可能只卖给他非常熟悉的客人吧。当时呢，我是去想买一个小包，接待我的店员就跟我说，这款包是一定要提前预定的，然后没有订的话呢是不可能买到的。然后他扫了一眼我的手机，就看到了我有这2张的截图，然后他跟我说这2个想也不要想，就根本不可能买到，就他自己都没有看到过实物，就是因为一定提前要预定，所以呢，我当时就非常不爽的就走了。然后我有去了 Bergdorf， 又去了Fifth Avenue。这个他们的 Chanel 店也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丝巾也是没有的。但是呢，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非常幸运的买到了这2条。哎呦天哪，绑的这是什么？就好吧，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大家先凑合看一下，我看不见，因为喜欢。我还买了这个。迪奥的一副耳钉，这个耳钉，我自己还挺喜欢的，给大家看看。就这样，它非常经典的双珍珠的这样的一个有流苏的这样的一个耳钉。它的这个珍珠，大颗的珍珠比它就是最 original 的那只要小很多，可能是因为这样搭配会比较好看吧。好看吗？戴太紧了。好看吗？
它下面一边是小星星，一边是 Christian Dior 的这样的一个 CD 的这样的一个 logo。38岁遇到的问题，遇到的人生问题，真的是因为我在我37岁的时候生了宝宝，然后紧接着宝宝出生之后就赶上了疫情，所以其实我之前生宝宝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是这个状态，就是因为我以为会就是我可以请 helper 请阿姨来帮我，没想到就是完全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来带宝宝，就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其实我妈妈有在这边帮我，就是陪我一起在纽约待着，然后一直待到了宝宝5个月。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她。因为如果没有她，我肯定是疯了。然后，但是5月之后呢，她在国内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她必须要回国了。然后呢，就变成了我一个人。带宝宝，虽然我老公就是也非常的帮忙，也非常的积极的想做好很多事情，但是，就是过来人大家都懂得，男生真的，你想你期待他越多，你就会失望越多。他真的也非常努力，但是，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吧，我就是要求太多，所以，经常会生气啊，就是2个人也会吵架呀，然后在。就是这样磕磕绊绊的，一直到了宝宝。现在我的宝宝已经1岁零2个月了。过去的这1年里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有很多吵架，然后有很多伤心的时候，也哭了很多，但是都挺过来了。我想过去的1年是疫情的1年，全世界每一个人大家都不容易。但是我怎么开始忽然鸡汤了？就是很少在镜头前，可能很少跟大家讲，自己不好的地方，所以很少跟大家暴露自己的脆弱。而且坦白讲，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朋友在身边，没有家人在身边，真的非常的孤独。但是呢，希望总是有的。现在就是疫苗已经出来了，大家都在打疫苗。我觉得似乎也看到了能回国探亲的希望。我也不希望我的宝宝或者是他们这一代人一直是处在室内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太可怜了。真的希望一切都能变好。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不要有一个神经病当政。我觉得这就是我38岁生日的一个希望吧，一个愿望。可能你现在的经历要比我困难得多，也可能你享受在家里宅家的时光，但不管怎么样，珍惜你现在目前有的，不要要求太多，这样子你就会快乐很多。这是我在就是生宝宝之后学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说起来虽然很简单，但是如果真的做到，其实非常的难。我希望每个人，就是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你都能快乐。Good morning， 大家早呀！今天呢，我们一起去打 Botox。我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我现在就飞快的赶到诊所。我今天 Botox 要打这个位置，到鼻子还有额头的地方。第一次打有点紧张。然后我今天早上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DJI 给坏了，所以我今天出门一定要拿一个很大的相机。对，今天是打针嘛，所以我不能影响医生做的过程，就没办法给大家拍摄了。那拍完之后呢，我给大家来看 before and after。我打完出来了，大家能看到我这脑门上的针眼吗？医生还在我的这个眼角跟下巴上打，他说是起到预防的作用，然后因为这总比皱纹长出来再去打它
效果会更好。总之呢，扎的时候还挺疼的，我也很紧张，感觉全身僵硬。然后那个旁边那个帮忙的那个护士小姐姐不停地拍我，就让我放松放松，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现在呢，我带大家去一个 sample sale， 今天有这个 Chloe 的 sample sale。其实呢，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但是呢，前2天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出门，没有时间去，所以今天我们去看看。其实纽约有很多的 sample sale， 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就是都去不了，因为太远了。如果你不坐这个公共交通的话，你纯靠腿走过去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累。今天我也特别开心，因为今天终于外拍了。就是我的视频很久已经没有这种长时间的外拍镜头，因为疫情也出不了门，所以呢很开心。我现在是在 Fifth Avenue 往 downtown 的方向走，再往下走的就是 Herald Square 了，也就是我今天要去的 sample sale 的地方。昨天呢，我听到一个新闻，就是在42街，就是 Times Square 的时候，警察抓到一个背着冲锋枪和子弹的人。大家想想，在 Times Square， 如果这个人开始发疯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惨。但幸好呢，警察抓到他了。所以其实危险真的是无处不在，离你很近。特别是在人多的地方，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大家看对面街角的那个绿色的那个车，你们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这个是卖假的大麻味的糖的车，它有大麻味的糖，还有大麻味的 brownie。这个呢就是 Empire State Building， 现在在这个楼的脚下，那边应该就是排队的人，大家看到了吗？还挺多的啊！现在赶快冲过去。其实坦白讲，这样的队还并不是很糟糕。之前我见过有排到2条街的，所以今天还可以，大家排都很松嘛。大家看到前面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了吗？他得给大家发这个号码牌，我估计应该是每过一段时间让一组人进，然后可能每组人只能待个30分钟到1小时。耶！I got a ticket，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等太久了吧，可以进去。大家看那边那辆公共汽车上说，马上就有一个进入式的梵高展，喜欢梵高的朋友们，就是这辆公共汽车的广告上，马上就要进去了，我可能等了也就40分钟吧，还好。我买了一双鞋子。大家去主sample sale，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看清楚它的这个 discount 是什么样的。真的是最后一天，没有剩太多选择，我觉得衣服都被挑的差不多了，都没什么。我现在要去买午饭。这条街之前超级闹，就是一直都在堵车。那现在呢，大家看这所有的餐厅都搬到外面来了。纽约现在基本上餐厅都是这种状态，在外面搭个棚子营业。